之，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我终于可以成为你的新娘了。高洁，此刻我的心有多痛，你知道吗？你太让我失望了。其实，我想借今晚的这次机会，向在座的各位，以及所有关心瑞华的亲朋好友们，宣布一项重要的事情。过会，别冲动。放手！别拦着我！今天我一定要揭穿高洁的真面目。真面目什么意思？我想向瑞华董事会申请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免。瑞华塑金组总经理穆子云女士与瑞华总设计师高洁小姐私下转让股权，危害公司利益。我向董事会申请免除二人职务，解除劳务关系。于芷，这么重要的场合，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胡说？我到底有没有胡说，穆总？穆子云，你心里最清楚。你是高洁的表姨，你们私下勾结，损害公司商业利益。要我把证人拉出来吗？需要把证据一件一件拿出来吗？需要吗？红木子云，在你们余家，在瑞华，尽心尽力。没想到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原来你们余家人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做自己家人看。高洁，高洁，你看见了没？这就是余家的男人，你还敢嫁？你还敢嫁吗？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是你替我做的决定吗？你跟穆子云千辛万苦隐瞒的关系，还有你在我背后做的那些勾当，理由还不够充分吗？你总说我摸不透你，你总说你摸不透我。原来是我看不清你，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这种时候就别演什么痴情的戏码了，戏已经演完了。
我曾经的未婚妻。羞辱我跟瑞华的，觉得害羞是吗？觉得可怜是吗？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已经给你脸了。你到底在说什么？还装不明白是吗？那我来告诉你，你亲爱的表姨跟樊斯勾结，已经撬到瑞华49%的股份了，樊斯还差2%就可以控股瑞华。你觉得你亲爱的表姨从哪儿抠这2%？啊？你的意思是，不可能啊！表姨说是要跟我借股权抵押还债，怎么可能会出卖瑞华呢？看来是他骗了我。不是这样的，玉池，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都这种时候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从我知道你瞒着我你跟穆子云的关系开始，我这儿我的心早就已经死了。没有告诉你我和表姨的关系是我不对，但你和表姨势同水火，我该怎么跟你说？我发誓，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好了，你别找理由了，你收起你那可怜楚楚那一套啊！背叛瑞华的人是你，辜负奶奶信任的人也是你，背叛你我之间感情的人也是你。是，我曾经选择相信过你，就算所有证据摆在我面前，我还是选择相信你。可你呢？我给过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你每次都让我失望。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的将计就计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完成，穆子云也不会这么轻易的上钩。将计就计，玉芝，你早就怀疑我是吗？你明明心里早有定论，却一直隐忍不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就等着在婚礼上给我重重一击。我们的感情就不值得你多一丝一毫的信任吗？那我们的感情对你来说算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提感情2字？你当初选择肃静族，你就是为了穆子云。
你编出各种理由来欺骗我的感情，让我去支持你。我去茶馆调查穆子云跟外人勾结的证据，也是你出面阻挠。你利用我的感情让我信任你，你一次次的蒙蔽我，你一次次的欺骗我，你心里从头到底只有用我的感情去帮穆子云骗我们瑞华。你居然都是这么想我的，为什么你不能提前问问我，听听我解释？我提前问你，我提前问你，让你准备更完美的骗局来骗我吗？再说我有没有选择过相信？有没有？我有没有问过你？我们之间以后不要再有秘密了。你怎么回答我的？原来我还爱你，才是我的真心。害怕面对都是我的错，你们都是聪明，就只有我才是傻子。才会带上假意，默默期待你识破这一副面具。你说我们的爱情就像生命树一样，枝繁叶茂，生根发芽。你来告诉我，生根发芽的到底是爱情，还是仇恨？到底是虚伪，还是信任？高姐，我真的越来越搞不懂你，我看不起你呀！你的设计跟你的人一样，只会让我觉得虚伪、恶心。才是我的真心，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只好躲避下去。原来我还爱你，才会带上假意，默默祈祷你抱住这背影，默默祈祷你抱住这背影。玉芝，混蛋！小杰做错了什么？你要这么当众羞辱他？说呀！小混蛋！高叔，你冷静一点，在这里打架对谁都没有好处。他当众会婚，我是小杰的父亲，就不能替他出口气吗？高叔，你听我说。今天是瑞华的庆典，慧慧也是瑞华的设计师，就算你不为瑞华考虑，你也该为慧慧着想，对不对？如果小杰出了什么事，我饶不了你。我问你，你用我给你那2%的股权用来做什么？
我要听实话。说不出口吗？于之说的都是真的。什么高利贷，什么心灰意冷，都是你自导自演的骗局。你千方百计的拿走我手上的2%，就是为了卖掉瑞华，是吗？没错，我要这2%的股权，就是要卖掉瑞华。这有什么不对吗？我在瑞华辛苦了这么多年，这是瑞华欠我的。那我呢？我被最信任的亲人欺骗，我又做错了什么？我不会亏待你。等我拿到的钱，不仅仅是你，还有你妈妈，都能过上最好的生活，离开这个是非的地方，这难道不好吗？最好的生活？你明知道我有多爱于之，你还是选择欺骗我，让我签下字，彻底断了我和于之的感情。都是因为你，我欺骗了我最爱的人。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是骗了你，于之又何尝不是？我们两个有什么分别？他是你最爱的人，那你在他心里呢？他对你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爱？看看今天他对你做的，跟我有什么分别？于之，他明明早就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却一直不戳破，还在试探你，这就是他对你坦诚、真实的表态吗？他一路算计你，表面上却一点痕迹都不露，处心积虑的，又在订婚典礼这么大的场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你，他这是什么居心？是我骗他在先。小杰，你太善良了，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不好？他于之一直都在利用你来打击我，他究竟知道我们俩的关系有多久？他计划这一切，他都计划了多长时间？他是一个心机这么深沉的人，你仔细的想想，难道你不觉得有那么点点的害怕吗？啊，小杰，你想想，他如果真的这么爱你的话，他会在今天……我求你别再说了！我告诉你，今天利益摆在面前，于之他绝对会选择利益，你对他的爱情一文不值。他在事业和爱情选择了前者，那么表姨你呢？你又何尝不是放弃了我？小杰，小杰，没能接住他吧？我外甥女简直是太天真了，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到现在了还在替那个男人说话。也是我太大意，我差这么一点点我就赢了。我倒是觉得呀，这样也挺好的。你呀，还是赶紧和那个余光华把婚离了吧，这样的婚姻没什么可留恋的。婚我是一定要离的，不过我不会就这么走的。我穆子云是不会这么认输的。子云，你又想干什么？周维贤和余光华的股份都被我搞定了，加上我自己的2%，我们已经掌握了瑞华49%的股权，我还没有输。你还打算继续啊？当然了，
我要把我失去的东西拿回来，输给于芷，我可不甘心。现在，离拿到瑞华的控股权就差这么一点点，一定有别的突破口。如果不是仓皇之中的相遇，出现在这生命里，我本可以不怕不惧任何的失去。爱小心翼翼，害怕表明不安的情绪，爱得之不易，太过美丽，总让人太执迷。我只想要安心，只想凝视彼此深邃的眼睛，因为是你在痛也用力抱紧。它叫做生命树，象征着希望。我们在这种境界还能看到这棵树，说明是吉祥的征兆。我一定会带你走出这个阴影。尝试过不再想任何关于你参与过往的回忆。3。第一万次告诫自己停止去爱你还保存着这片树叶啊？当然了，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我当然得好好珍藏了。刺痛每一根神经。高洁，你把表姨当作妈妈一样，把玉芷当作要托付一辈子的爱人，可他们是怎么对待你的？一个把亲情当筹码，一个把爱情当笑话。原来从头到尾困在剧中的只有你一个人。只想在你怀里，哪也不去。可世界太过拥挤，离开或许不得已。我只想要安心，只想凝视彼此深邃的眼睛，因为是你在痛也用力抱紧。喂，高洁，你终于接电话了。品珍，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我的朋友不多，幸好还有你。你在哪儿啊？我去接你好不好？喂，不用了，我已经带着妈妈一起离开了。离开？你别冲动啊，高洁，阿姨病情刚有好转，你这么一闹不就白费了吗？小洁，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爸爸替你出气，好吗？你带着妈妈赶紧回来，爸爸求你了。喂，高洁。品珍，告诉高海，以后都不用找我们了。再见。喂，高洁，哎，叔叔怎么办呀？妈妈，对不起，
今天是我回国以来最痛快的一天。原来我还真的担心你，没想到啊！我早就知道高洁的伪装啊，总有一天会被拆穿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是于直亲手揭穿的，这样也好，于直啊，以后再也不用上高洁的当了。这种拿感情当筹码的人，处处算计，怎么可能有好下场？哎，现在没了高洁的阻碍，你准备怎么接近于直啊？哎呀，我想了一下。之前是我姿态太高了，让于直觉得难以接近。这次啊，我换个方式，一定不会让他跑掉的。你呀，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想要什么东西就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的乖女儿，这次妈妈一定支持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干杯！干杯！替穆子云出局，究竟是你在帮我，还是我被你利用了？于直，于直，醒醒！已经做了的事儿，借酒消愁有什么用？对啊。事情已经结束了，哎呀，我应该高兴才对啊！你干什么？来，我应该高兴才对。来，我敬你。来，敬什么敬？敬什么敬？你神经病啊！下来，像什么样子？现在很难受是吧？你为什么做事要这么狠，还瞒着我不跟我商量？你有没有把我当哥？刚才我问你，如果我提前告诉你的话，你是会赞同还是阻止？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瑞华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不会让你由着性子做事。对不起，我不应该拿着瑞华开玩笑。对不起。可这件事情不是我的感情吗？不是我感情的问题吗？高洁不是我爱的人吗？难道不应该我自己做决定吗？我就连上台的最后一刻，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会如何做选择？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做一切事情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都不会考虑到别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赶紧醒醒酒，一会儿还要去苏京组去交接。谁爱要谁要，反正我不要。双妹，你再说一遍。我说素金组谁爱要谁要，我不要。你不要，谁爱要谁要。你知道有多少人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想得到的位置却没有得到，你轻轻松松就能拿到，还随随便便就扔了。你把瑞华当什么了？你把瑞华的未来看得到底有多重要？你的心够硬是吧？手段够狠是吧？你起来，坐好了，你给我打起精神来，马上去处理好眼前的局面，听到没有？我信样，我信样。
我心宁就不会对高姐再抱有任何幻想。哥，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都希望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你错怪她了，高姐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你错怪她了。可我一想到高姐跟穆子云，我就……别喝了，我能求求你，你别管我了吗？我们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帮你把穆子云赶走了。别管我了，好吗？给我。好，你想喝多少喝多少，我不管你。于之，连你声称的最爱，你都可以不动声色地撇过，冷血无情的羞辱。那我这个哥哥呢？是不是有一天，你也可以毫不留情地背弃我？哎呀，想不到啊，我们平时高高在上的穆总，也能有灰头土脸的时候啊！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就知道我儿子不简单，一眼就识破了你的阴谋，揭穿了你的真面目，要不然瑞华差点就毁在你手上。对待你这种人，就应该当众狠狠一击。现在想来，真是痛快呀！我还得好好的谢谢你那个不一般的儿子呢。我在公司这么多年做牛做马，你呢把我当做提款机，时不常的还得陪你吵个架，打打闹闹的。是他帮了我解脱了，该痛快的人是我吧？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也是，你说你辛辛苦苦经营了这么多年，到头来一切成空。心里有不满和怨恨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呢，也不是一个小气的人。要不这样，只要你肯低头向我认个错，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我可以让你走的时候体面点，怎么样？哼，面子，面子对我来说1文钱都不值。你跑到这儿来，撒泼打滚的。丢的是你们于家人的面子。不过，我倒要提醒你一句：除了我，你们于家没有人愿意替你擦屁股还债的。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要不然你也求求我，我没准儿还给你点零花钱。你手上的都是瑞华的机密，走的时候一张都不能带走。还有这些，我可告诉你，走的时候手脚干净点，别把不属于你的东西给带走。我在这监督着你，明白吗？收拾完东西赶紧滚！我会把离婚协议书寄给你的，到时候别忘了签字。
小徐，哎，帮我把这个处理一下，全是垃圾。哦，好。各位，谢谢你们这几年来对我的照顾。应该的。我会离开一段时间，咱们后会有期。思念出没在夜深，总在无人的时分，嘲笑我是走不出过去的人，记忆就像一根针，藏在心底的最深，你不会知道当初的拥抱多伤人。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当永恒不再属于我们，我只能苦笑硬撑，咬着牙不去承认，多爱你只能。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呢？我正在研制我的最新私房菜，你先别进来啊。需不需要我帮忙？那你帮我把头发扎起来吧，这么做饭老是掉。来。好香哦。好。谢谢。我给你看。那你慢慢做。快好了。回忆美得太残忍，你给的爱太逼真，教会我沉沦，再次离分多伤人。我终于把伤害你的人赶走了。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可是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啊？不再属于我们，我只能苦笑硬撑，咬着牙不去承认，多爱你只能自又剩我一个人了。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命中注定原来不是。再也没有人像你一样照顾我了。才能证明曾经爱多深。来，于总，您看。可以了，继续吧。哎，好。于总，你看一下这个可以吗？哎，于总，你看一下我这个设计怎么样？好，谢谢。这边，这个页斑太繁琐了，需要简化。可以。哦，好，谢谢于总。下面是钻石和祖母绿的分类和各自的特性。钻石共分为23个色级，用英文字母 B 到 Z 代表。
这些你们所有都要记住。还有钻石的进入又分为这几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呢？我们在珠宝交易领域，你们必须要非常了解珠宝知识，才能够知己知彼，占据主导权。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没什么样嘛，努力工作又没什么问题。又是一个通宵达旦，是不是啊？你最近就没有好好休息过？奶奶，我在整合呢亚太区近3年所有金饰设计流行的风向。老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只有抢先一步，我才能抢占先机啊！我看啊，你要在抢占先机之前，你自己先要病倒。不会的，我自有分寸。你知道你有什么分寸呢？啊？自从年周庆那个以来，半个月你就没有好好睡过觉，每天通宵达旦，你这是玩命啊！哎呀，我这么努力呢，是为了把我这3年荒废的时间都补回来。我知道，你拼命工作，是忘不掉高洁。可是，奶奶也很担心，希望你早点从那件事情里头走出来。奶奶，你说什么呢？其实啊，我早就没事了。我这么努力工作呢，就是因为这样工作才能证明我自己的存在价值啊。你自己想清楚了就好。但是我还是要命令你，今天回去睡觉，睡1天。好，遵命。高洁，给我倒杯水呗。知道你饿了，马上开饭。来，还有多少话语没有道理可明？忘了从何时起，控制不了自己。过往的天地，只剩下依稀。就好像这眼泪都流得太无力。难道没有预定，原因都已多余？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心渐渐远了，累了也模糊了，才是谁想要的结局？于是，我还爱你，才是我的真心。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只好躲避下去。原来我还爱你，才会带上假意，默默祈祷你识破这面具。
小杰，小杰，你回来啦。这1个多月，你和你妈妈过得还好吗？还好。好吃。这些零食我先帮你收起来，好不好？不要，我要吃。我只留这个给你，吃多了不好，乖。小杰，这个地方太简陋了，这么住下去也不是办法，还是我给你找一个舒适点的地方住吧。不用了，有这样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已经很不错了。可是，这也太委屈你了。再说了，如果你要是出去的话，把你妈妈一个人留在这儿也不安全呀。我在珠宝界还是认识一些朋友的，可以给你介绍一些相关的工作，也可以给你妈妈安排一个环境好一点的疗养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安下心来，计划一下以后的生活。毕竟，过去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嘛。啊，不用了，我已经在找工作了，而且我决定把妈妈带在身边，不会让她再住疗养院了。表姨，这些年你对我和妈妈的恩情，我都记在心里了。现在我的婚姻已经结束了，就当作是报答你的恩情吧。以后我们就各自好好生活吧。我知道，我说什么也没有用。好，我走。可是小姐，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你一定要联系我。小杰，你能送送我吗？小杰，刚才因为你妈妈在那边，有些话我也不好说。余家的事情是我亏欠你的，我一定会弥补。但是，你真的就要带着你妈妈躲在这儿生活下去吗？你设计师的梦想呢？我可不想看着你把自己埋没了。我现在没有什么梦想了。这是你心里想说的话吗？那你以前费尽心思想进瑞华，不就是为了不让吴小慈母女践踏你的梦想吗？我现在再问你一句，你真的就让你妈妈，还有你外公，还有你自己的痛和苦，就这么白白的算了吗？我累了，不想再掺和那家人的事情。做错事情的是他们家人，现在他们一家子倒还其乐融融的。可是你呢，却要带着你妈妈在这苟且的生活下去。就算你不心疼你自己，你也要心疼你妈妈呀。表姨，你不要再说了，我真的不想再谈这些人，我的人生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小杰，我知道你不甘心，你放心，表姨亏欠你的，一定会加倍补偿给你。小杰，快来！小杰，你来帮我画蝴蝶，我要好多好多蝴蝶。给，画吧。好，我来给你画蝴蝶啊。嗯。小杰，不着急，慢慢画。你看你画的都不像蝴蝶。我画不出蝴蝶了。为什么？你说我们的爱情就像生命树一样，枝繁叶茂，生根发芽。你来告诉我，生根发芽的到底是爱情，还是仇恨？你的设计跟你的人一样，只会让我觉得虚伪、恶心。妈，我再也做不出设计了。从他决绝的把我们的戒指扔出去的那一刻，我的心就跟着死了。真的很后悔没有提前把事实告诉他，哪怕有一次机会跟他说，事情就不会这样了。可是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小杰不哭，小杰不哭。其他的这几个事情倒也不是很着急，但是雷向东的帕拉18招标设计是咱们工作室目前的重中之重。如果咱们能够拿下这个项目，那对于我们工作室在定制圈的声誉有着非凡的意义。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很清楚。文文，回头你把咱们工作室之前所有的设计稿全部分类整合，下次例会之前交给我。好的，司总，我一定尽快。好。然后，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找到了？太好了，太好了。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高小姐，
我们对设计师的基本功还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真的非常抱歉。高姐，思成，怎么会？好久不见。只要想找，总会找得到的。你是不是最近都没有休息好？看着有些憔悴。我还好。你呢？上次你说要开工作室，进行的怎么样了？吹过的牛呢，总算是没有落空。进展还算顺利。最近接了一个大单，这个是我的名片。我就知道你可以。你业务能力强，又善于管理，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老板。既然我是一个这么好的老板，为什么你一直都不找我来工作呢？我不能去。高姐，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知道这当中一定是有误会，而且我更不会在意行业里那些风言风语。你知道那些都伤不到我，你就当做是朋友来请你帮忙的，好不好？不，我帮不了你了。我现在已经无法做设计了。离开瑞华之后，我只要拿起画笔，我的手就一直颤抖，一笔都画不下去了。别担心，你就是因为太累了。设计师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培养灵感的职业，状态时有时没有那都是正常的。也许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吧。我现在就跟废人差不多了。高姐，相信我，失去设计能力只是暂时的，你就是因为突然受到打击，身体产生的应激反应，千万不要因此放弃自己。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并不是末日，最重要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坚持下去，好不好？而且你妈妈现在这个状态，你也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不是吗？谢谢你的好意，思成。现在我妈妈也暂时找不到人来照顾，我还是要先安顿好她的事情再说吧。您在瑞华已经工作15年了，自从您担任销售总监以后，这苏金组的营业额突飞猛进。董事长也说了，瑞华能在市场上占据今天的地位，您功不可没。董事长过誉了，其实我也只不过是身在其位，做好自己的本职罢了。董事长呢，也是重感情的人，他把瑞华的工作人员当作家人一样看待，尤其是待得越久，感情越深。您这突然离职，我们心里也不舒服啊。其实，是我辜负了董事长的厚望。说实话，离开瑞华，我也非常的不舍。只不过现在苏金组的业务已经做到了顶峰，在这里我已经完全没有发挥空间了。确实，苏金组因为大环境的影响，这些年发展确实有些停滞。
不过呢，我接手素金组以后，我会大胆的发展创新，所以我也就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来帮我处理。而且素金组正处于转型阶段，我对您十分信任，我也会放权给你。这对您来说既是机遇，也会是挑战。我很信任您，以后销售部的所有事宜都由您来抉择。小于总，我已经考虑好了，非常抱歉。你画的好好啊！阿姨画的也很好。这儿，你公司这么忙，怎么还有时间来看我们呀？古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今天就有思成三顾茅庐请高洁。我朋友呢找了一个老实靠谱的护工，可以过来照顾你妈妈，而且是熟人呢，也愿意给你一个友情价。这回是不是没有理由不去我那上班了？真的？好好想想啊，还有什么需要满足的？坐地起价的好机会，想好了，我还可以再雇一回。来，谢谢你啊，思成。应该的。看，阿姨画的真好。哎，这儿再添两笔。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自从我接管素金组以后，前前后后有9个人离职，经理级别有4人，总监级别有1人。你都找他们谈过了？我每一个都单独谈过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留下。人才流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些我都理解，毕竟他们以前是穆子云的手下，现在我接管素金组以后，他们对我有顾虑，想要离职，情有可原。我已经跟人事部都说过了，让他们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整合，能提拔的提拔，提拔不上来的就重新买聘。其他部门倒是好说，只是这个销售总监不太好找。你刚进素金组，有许多改革的方案，还有些新产品，需要销售总监去推广和沟通。对啊，现在想要找个好的总监，困难比较大。行，看看人事部门，他们的反馈意见怎么样？啊，不着急。规模呢，虽然是不如凡斯了，但是胜在自由。在我这儿，你可以任意的发挥你的才华，绝对不会受到限制。我哪有才华？你这根本就是扶贫救济。我这个可不是救济你，我现在是商人，暂时买不到你的设计，但是我能买到你脑子里这么多关于珠宝的知识呢。你知道现在请一个高级顾问要多少钱吗？在商言商，你对于我们工作室来说，那可是镇店之宝。你以为呢？千万不要小瞧自己。高洁。好久不见。好，文文，我一会儿开会的时候会宣布，
高洁正式加入咱们水之遥，你们2个也是老同事了，希望这次咱们可以共同努力，一起加油。一会儿你有时间的时候呢，带高洁参观一下咱们的工作室。啊，当然了，高洁，你来真的是太好了。你不知道当时你走了之后，我们大家有多想你呢。高洁，来，给你看样东西，这个。雷向东的帕拉伊巴设计招标，水之遥现在的重中之重。我已经让文文去搜集资料了。司总，我不仅收集了资料，而且我把之前所有我的作品都整理了一下，我想给雷总参考一下，您看看。好，好，不错，设计精巧、简约大方，而且配置也没有什么限制，非常好。可以把这个转交给雷总，正好可以让他自己挑选他想要的风格。好，谢谢老板。行，先去忙吧。啊，好。嗯，那我先去忙了啊。一会儿我得跟你详细的说一下这个项目现在非常大，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的话，对我们工作室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影响。你跟着我干什么？我是来收集资料写文案的。你以为我吃苍蝇啊？喜欢整天盯着臭鸡蛋看。那就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就看怎么了？我就要看你这样的坏人怎么起高楼，怎么楼塌人散。行，那你看吧，你就看我怎么起高楼，宴宾客吧。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当永恒不再属于我们，我只能苦笑硬撑，咬着牙不去承认，多爱你只能自己忍。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命中注定原来不是我们。为何相爱过的人，非要爱成陌生人，才能证明曾经爱多深？高洁，你可算回来了。我这段时间找不到你，我都急死了。我和你爸爸把全市疗养院都翻遍了。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我联系不到你，晚上都睡不好觉，看我都长黑眼圈了。谢谢你，品琛。有人惦记，感觉真好。
你看看你，都瘦了，哪儿都没肉。不过呀，我觉得你这时候离开挺好的，你都不知道那个小于总跟没事人一样，还照常工作，典型的负心薄情。我觉得呀，你离开他就是因祸得福。没事儿，慢慢来吧。对于设计，我并不是没有灵感或者思路，只是一想到动手去画，不知道为什么整个手就不受控制，完全没办法呈现脑海中作品的模样。你的问题不是在手上，而是在内心。想要恢复，首先就是要鼓起勇气去面对它，剩下的就靠时间去慢慢解决吧。没事儿，不用着急。我知道心急没有用，但是一个设计师没法设计，怎么都说不过去吧。这样，你可以先跟我做点别的，比如从商务开始。商务？明天雷向东的招标，你跟我一块去面谈。我去不合适吧？非常合适。我负责谈商业，你负责谈专业。以你对古今中外珠宝的了解，一定会让雷总感受到咱们水之遥定制团队的专业性。二位稍等，雷总马上就到。谢谢。谢谢。司总，雷总，久仰大名，今天终于见面了。雷总，您客气了。好，请坐。司总，正好今天你来了，帮我鉴定一个我新收的祖母绿，极品。好，让我的同事帮您鉴定一下。司总，你这个同事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这位是高杰，非常优秀的珠宝设计师。之前在凡斯的时候，我们就一块工过事。最近呢，刚刚加入我们水之遥。凡斯的设计师，我想起来了，咱们在东南亚分拣宝石中心见过面。我当时是解说员，我记得您。您是随团来参观的，眼光精准。夸奖。高小姐，你觉得
我这块极品祖母绿成色怎么样？高品质的祖母绿现在越来越稀有。您这一颗，无论是颜色或是切割后的尺寸都非常难得。但是，现在珠宝行业水太深，投资确实要慎之又慎，可能美丽的背后有巨大的风险。比如说，天然的祖母绿几乎是不可能通体无瑕、毫无杂质的状态。稍等我一下。高阶设计师，我非常欣赏你说出真话的勇气。就冲这一点，我决定跟你们水之遥合作。这个雷向东，刚碰面就拿假祖母绿来试探我，看来他不仅心眼多，要求也一定不少。让你们看一件真正的极品，6克拉的帕拉伊帕。帕拉伊巴本来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碧玺，这颗晶体干净，电光蓝色耀眼，非常的稀有。我要把它设计成一件作品，拿到国外参展拿大奖。我呀是一个做珠宝生意起家的商人，一直有个情节，要让中国的珠宝设计名扬海外。现在在外面啊，只要一说起珠宝来，就总在说外国的多好多好，我们的眼光多么的停滞不前。我就想用它来证明，我们中国的珠宝设计一点不比外国的差。您说的太好了，雷总。这儿有一些我们工作室之前做了一些作品，您可以先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风格。很一般呀，跟市面上那个珠宝店那些珠宝设计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想要的是那种璀璨夺目、浓烈张扬的，高贵又有距离感，可以高贵又有距离感。对，高贵又有距离感。我要让那些看惯珠宝展的人一眼惊艳，过目不忘，让国外的人都知道中国有多棒的珠宝设计。那这样，这件作品的设计就由高洁小姐主抓，司总，你来把关。谢谢雷总。谢谢雷总。行，那我们回去就着手准备设计初稿。
那我期待着二位早日帮我完成心愿。一定。谢了。我一定会尽力的。你觉得雷总真的会喜欢刚才他说的那种风格吗？不好说，有时候甲方的意图可能连他们自己都很难准确地描述出来。刚才那个祖母绿，我还担心我说出事实他会不高兴呢。没想到，原来他是在试探我们，还好我们没有中招。不过就算不是试探，咱们也还是应该说出来，毕竟这个是咱们的职业原则。还有多少话语没有道理可明？忘了从何时起控制不了自己，过往的天地只剩下依稀，就好像这眼泪都流得太无力。难道没有雨滴，原因都已多余？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心渐渐远了，累了也模糊了，才是谁想要的结局？原来我还爱你，才是我的真心。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只好躲避下去。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到底想干什么？不是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跟你有关。你做的那些事情能让人产生好的联想吗？高洁，我警告你啊，你别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啊！你别想再假装偶遇。麻烦你不要那么自恋，我没有兴趣探听你的行踪，我来只是为了自己的事，至于其他的，随便你怎么想。还有樊斯的司长，你居然又跟他在一起，还是说你们就是同谋啊？你对我有偏见，麻烦你不要拉上其他人。怎么被我说中了？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一切，我只不过是你的目标之一。说完了吗？我还以为你懒得跟我说任何一个字。说的没错。好，那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瓜葛，我可以走了。我还爱你，才是我的真心。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只好躲避下去。原来我还爱你，才会带上假意，默默期待你识破这一副面具。啊，刚刚碰上了个人，耽误了一会儿。没关系，我跟高小姐聊得正投机，坐吧。雷总见多识广，跟雷总聊天总能学到不少知识。哎，见多识广说不上，知道的杂，谈谈皮毛还可以，再往深了谈我就不懂了。哎，在我们公司你还有别的熟人啊？是樊斯的思成。哎，他也是来参加珠宝研究所的吗？他已经离开樊斯，自己做设计师了。他这次来是参加我那个特拉18的设计招标的。啊，帕拉18在雷总的众多收藏品中确实算顶尖货了。
我们瑞华也很看重雷总在彩色宝石方面积累的渠道资源。我希望这次借助珠宝研究所的契机，我们可以展开更深度的合作。我对瑞华的品牌一直非常信任，再加上有高小姐这样出手不凡的设计师，我现在就可以拍板跟你们合作。剩下的就是谈谈细节的问题了吧。听起来好像是想要艺术装饰风格，那种20世纪20到30年代风格的设计，我觉得挺容易的，给我3天时间就好了。简单的按这个路线确实是能够拿到合约，但是后续能不能达到雷总想要的，让国际大师也一眼惊艳的效果，能不能完成雷总的梦想，那就很难说了。司总，我觉得我们眼前首先要把这个合约签下来。这单如果不签的话，什么梦想不梦想的，我们就是在这空谈啊。雷总这个人，跟他交谈的时候，看上去感觉很有把握，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还有纠结，很有可能只是为了追随当今西方主流市场的眼光，才选择了这样的方向。高姐，人家雷总是个经验丰富的行家，你才有多少资历啊？见过一面就随随便便的猜别人的想法？我没有，我只是就事论事，分析怎样才能更有把握取胜。要在展会上胜出，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西方路线这么容易。我通过跟雷总的交流，我觉得他想要的可能不是欧式雍容华贵那种东西。高姐，你跟我想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奶奶，你找我。哥，你也在。玉芝啊，苏金组的招聘怎么样了？其他的人员配备差不多都齐了，只差销售总监。在我的预料之中。现在好了，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是吗？谁啊？你要感谢于毅。镶嵌组的马总监，你觉得怎么样？你要借调给我的话，那你们镶嵌组的销售怎么办？我仔细观察过雷总，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有偏好。从他的着装、配饰，还有办公室陈设来看，都是统一的中国风。还有他戴那个扳指，还有他那些行为举止，是不是？这样的人却提出了一堆欧洲贵族奢华、绚丽吸睛的要求。应该只是出于想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的愿景，而不是出于真爱吧。现在跟上国际潮流就是大趋势啊！国内哪一家品牌不是这样做的呢？跟外国人做的一样好，这不好吗？这不对吗？难道你们是想要转头现在做一些小众的中国风啊？中国风现在已经不能用小众来形容了。抛开雷总的喜好不谈，光谈参展。以往中国风在国际上也是很抢人眼球的，尤其是这2年特别走俏。对，上次安东尼奥大师对中国风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好，这个问题我们不用再探讨，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剩下就是仔细想一想这些设计的细节问题，你来表述，我来动。司总，雷总人家的要求明。雷总的表述是雷总的表述。有时候未必要按照客户的要求做出来的才是最好的，因为客户永远都不会像设计师那样更了解珠宝设计。有时候他们的表达未必能够100%表达他们的内心，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找到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做的绝对不是保险的设计，而是直击客户灵魂的设计。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战胜所有的同行，赢得比赛，赢得雷总的心。好了，文文，你先去忙吧，我跟高杰再探讨一下。
是帮雷向东设计的那个人，凭什么高姐一来就抢了我的活儿？乡建组的业绩，奶奶现在心里最清楚，也最放心。奶奶现在最担心的，倒是你们素金组那边。奶奶，是这样，我们两个组的产品类型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我们组又在转型阶段。这个马总监到了我们组，就相当于从零开始。我想知道他本人的意愿是什么。这你不用担心，都是瑞华的员工，流程都清清楚楚的。素金组有需要，我这边有人，当然义不容辞了。再说了，马总监在乡建组积累了不少的年轻消费群体的客户资源，不正好符合你们素金组目标人群的新定位吗？可是，于志啊，你在担心什么？于志是不相信马总监呢，还是不相信我啊？都是为了瑞华公司，兄弟俩有什么相信不相信的？素清组人才流失，是在我意料当中的，不能全怪你。于毅把马总监调到你那儿去，帮你解决燃眉之急，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吗？要懂得感恩。好，那就谢谢吧。不客气。何总监辛苦了。客气了。其实我是一个要离职的人，这事儿无非就是给人一个顺水人情。不过你弟弟在拼事业这个劲头，可是一点也不输给当年的穆子宇。于总，你要当心了。谢谢提醒。你们这效率太让我欣赏了。您是我们最重要的客户，而且这次的设计我们俩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我保证出来的成品完全符合您的期望。是吗？嗯，拿来我看看。这个设计叫做时光之轮，运用了中式美学，呈现禅意质朴的风格。中式美学。嗯，我们上次谈的应该是华丽的西式珠宝设计风格，我没记错吧？嗯，没错。那司先生、高小姐，我想请问，什么叫做定制？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你们二位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我们上次谈的设计方向。那么对于这种完全违背了客户意愿的设计，我就不看了，浪费我的感情和时间。你看，我画的，画得越来越好了，真棒！那你要一直陪着我画。我一定一直陪着你，我保证。拉钩。来吃点水果。金姐，这段时间麻烦你照顾她了，有任何需要你随时告诉我。您客气了，没啥需要的。高小姐平时准备的很细心的。是这样，小杰跟我这个当父亲的有一点小误会，我来看待这件事，能不能暂时对小杰保密？既然您这么说，就听你的吧。谢谢秦姐。您真的是喜欢欧式、宫廷、华丽贵族吗？虽然这些都是国际大赛上获奖作品的贡献，但真的是您真实喜欢的风格吗？司总，那你的意思，你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想要什么？雷总，我们是认真做过功课的。雷总，请让我占用您1分钟的时间，向你解释一下我们的设计。
整个设计的外形如同永不停歇的滚滚车轮，边缘部位运用了江南园林的窗棂格图案，您一定很熟悉。在您的故乡，有很多漂亮的古建筑。确实对我做了很多功课。确实，所谓定制，就是从顾客的真情实感出发，做出最适合的作品。看看您办公室的陈设，而且您这么多年在外面打拼，还不忘给家乡做慈善事业，可见您对故乡的感情之深厚。那我这颗帕拉伊巴，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窗棂格代表心灵之窗的话，那这一颗纯洁无瑕的帕拉伊巴就是看向远方的慧眼，正暗含了雷总希望看到中国设计能走出国门的心愿。同样的，我们也希望能让海外评委感受到中国的古典元素。这就是我想要的设计。不过，拿这种纯中国风的这种设计风格到国外去展览，雷总，您请放心，这2年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上非常走强，我相信他们会欣赏，甚至是惊艳于中式的意境。这也是这款设计为什么叫时光之轮的原因。时代在前进，但并不代表传统美学会过时。这也只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激荡经典，焕发新生。我确实有弘扬中国文化的意愿。既然你们2位这么有信心，我这次就跟你们赌了。设计方案就定这个，你们抓紧时间完成作品。谢谢雷总。谢谢雷总。我为我刚才的不礼貌向你们道歉。是我们之前没有讲清楚。您放心，一定让你满意。我期待。司总，这是综合您上次提出的中国风，我做出的一个新的方案，套用了一句古诗词的意象“云中谁寄锦书来”，您看一下。不错，设计还挺精巧的。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系列再生发一下，作为咱们公司的特色作品。啊，司总，我想你应该搞错了，我这个设计是专门为雷总的帕拉伊巴设计的。文文，雷总的设计已经让高杰在做了。为什么？之前这个案子不是交给我的吗？而且前期所有的资料都是我来收集的。文文，这个项目呢，你一直很上心也很努力，这个我都看在眼里。但是公司的设计是大家的，谁的合适我们就用谁的。而且刚好是高杰的设计打动了雷总，那能怎么办？我觉得你不需要有心理负担，你也很优秀，以后的机会多的是。他的设计，一个连简单的初稿都画不出来的人，你说是他的设计？而您在干嘛，老板？您在为他画图啊？文文，设计最重要的是构思，我不过是把高杰的构思呈现出来，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很有潜力的设计师，不应该对设计的认知这么肤浅的。好，我肤浅。您是老板，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这个胸针镶嵌啊，我们比较倾向于它的钻比较大和钻比较薄，然后呢，佩戴比较方便。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有一个老师傅，他姓郑，技艺精湛。
他做那种镂空的镶嵌，找的每一个角度都非常的刁钻，而且出来的成品都非常的轻盈。要是他在的话就好了，可能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建议。哎，那我想问一下，那我们是否可以请教他呢？我们还是等向雷总汇报完工作情况之后再说吧。来，好，哦，来，雷总来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瑞华的小于总，别看年轻，本事不小。啊，这位是水之遥设计室的设计师高洁小姐。哎，他们这次的中国风设计啊，非常的出色，我能不能拿奖就靠他们了。啊，把设计图给小于总看看。好，于总。来，坐。哎。很秀美啊，还是中国风。这是定稿了吗？啊，已经开始打版了。雷总，我出去打个电话，一会儿来向您汇报工作情况。好，你忙你的。雷总，你之前不是要雍容华贵吗？啊，原来是想要雍容华贵的，但最终还是他们说服了我，让我不要依附于别人的眼光，忠实自己。还是这么能言善辩啊！最主要的是他们的设计打动了我。你好，你好，你是何文文？对，高慧小姐，您和吴老师来凡斯参观的时候，我们是有见过的。找我什么事儿？说吧。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一杯美式。我想加入瑞华。想跳槽？给人事投简历吧，合适的话他们会来找你。高小姐，你不用这么看不上我。我要是没有足够的价值，不会不自量力的来找你的。让我加入瑞华，我们会成为盟友，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高洁。你怎么知道我和高洁的关系不好？瑞华之夜的时候，高洁抢在你前面展示了自己的珠宝，他想赢得安东尼奥大师的青睐。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只有他能做得出来。你对高洁还挺关注的。那个高洁在凡斯的时候就不是什么好货色，在背后说别人坏话，搞得我在凡斯左右不是人。现在呢，他不仅抢了我的客户，还偷了我的设计稿。其实我是被逼无奈才来找你的，因为我知道，只有你和我，才知道高洁是什么样的人，而其他人，包括思成，都被他那可怜的外表所蒙蔽了。具体说来听听。是这样的，水之遥想争取一份雷向东的设计订单，我已经按照雷总所有的要求设计了一份。结果半路高洁加入了水之遥，直接上位。他不仅抢了我所有的功劳，还想一脚把我踢出局。一个设计师连最基本的羞耻心都没有。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更重要的是，他现在就是一个完全丧失了设计能力的废人，他连一个流畅性的弧线他都画不出来。怎么会这样？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不想跟你有交集，但我也没有必要刻意躲着你啊。我们大家装作彼此不认识就好了。装作不认识，要怎么装啊？我演技没有你那么好啊，要不你教教我？以前的事情再翻出来还有意义吗？既然你已经认定是我骗你的感情，那就把我们两个之间的一切通通抹掉就好了。纠缠不清可不是你的风格，更何况你不是最擅长有第二计划吗？任何风险都有备手，包括对感情有保留，不是吗？明明是你犯了错，搞得好像你站在道德制高点似的。你说我对感情有第二计划，那你呢？你有把我当做第一选择吗？哪怕就一次。玉芝，我麻烦你收敛一点。晚上一起吃饭，顺便聊聊这个珠宝研究所的事儿。今天晚上就算了吧，我还有别的约。雷总，我们成品有点问题，打算回去商量一下，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哎，正好我刚刚约了于总吃饭，咱们一起吧。商量什么时候不能商量啊？吃个饭，放松放松，啊？要不去吧？于总，你看看人司总多给我面子，你什么约会那么重要啊？啊？约了上次那高小姐是吧？约她一起吃，都是同行，认识认识，今后还有合作的机会呢。好，那我就把高小姐也叫过来。正好这两天心里挺闹腾，热闹热闹。走吧。走吧。来，几位都是设计界的翘楚，
今天大家相聚，就算认识了，以后一定要多多合作。我敬大家。哎，我先干为敬。来，开动，开动。来，你们吃，我接个电话。什么事儿这么急啊？哦，好，我知道了。抱歉啊，各位，有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一定得我去处理。我今天就没法陪大家，你们别客气，想吃什么就点，啊！我先失陪。哎呀，今天唱的是哪一出大戏啊？什么人都能坐到一起吃饭，勇气可嘉呀！玉芝，我减肥，晚上不吃肉的，你帮我吃了吧。小姐，多吃一点。不用讲了。既然他不自量力的选择离开了我，那我还让他留在我身边干啥？他的珍贵总有人能懂。他离开你，可能是因为你不懂得珍惜。碍眼的人总算走了。玉芝，你多吃点。要不要陪你去吃点东西啊？哎，那这顿饭又当减肥了，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不然的话，我担心你可扛不起我水之耀的大旗哦。水之耀的大旗可是你该扛的呀。你这么有能力啊，等过2、3年，我就可以当个甩手掌柜的了，何乐而不为呢？我的设计能力还没有恢复，再好的灵感，不能亲手画出来，又怎么能称得上是设计师呢？你不要把希望都压在我身上了。何文文也很优秀。何文文，她已经去瑞华了。什么？是不是因为我让她不高兴了？人各有志嘛，毕竟瑞华这么大的公司，她想去也是正常的，别多想了。啊，对了，刚才你真的没事吗？反正事情都这样了，上天已经惩罚了我，收回了我的才能。我也不想卷入其中，再去追究谁利用了谁。接下来，我只想好好照顾妈妈，从头开始，过新的生活。